亏我这么相信你，啊，把所有的钱都交到你手里，你倒好，背着我做出这种事。你说吧，您算计我多久了？啊，算计我多久了？要是别人不告诉我，我还真蒙在鼓里，我还真不知道我曲氏已经成了一个空壳。你还怪我？哎，你怎么不想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当初结婚前说的明明白白的，结婚后你不再跟那边联系，可结果呢？你背着我，你每年都拿钱给那边。要是我不在这，你恨不得把大半个家里都搬过去。这么多年了，你没有在家过过一个呼了年，还一心一意为我，一心一意为潇潇。你连带我回趟老家你都做不到。你就是看不惯连杰，看不惯我妈。怎么成了我看不惯他们了？太可笑了！哎，你让曲连杰进公司当集团的老总，一年亏损上百万，我忍了。曲连杰贪污公款、泡明星、包小三，我也忍了。他赌博，一欠就是1个亿，你要替他还债，要保他平安，我也答应了。可你呢？你还要得寸进尺，你把我放在哪里？你把潇潇放在哪里？妈，爸，你俩别吵了。行，你闭嘴啊！你闭嘴啊！不要说话。潇潇是我女儿，啊，从小到大吃的喝的玩的乐的，是吧？我样样都依着她，啊，我哪一点亏待过她？连杰呢？他是我儿子，我不该照顾他吗？该，当然该。我真是瞎了眼跟着你，害得女儿跟我一块儿受罪。这么多年，你在外面找小三，我只当自己看不见。你要照顾你妈，照顾你前妻，照顾你儿子，我强迫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心想，只要你心里还有我，还有我这个家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你不计较，你不计较，你偷偷买那么多房产，你不计较啊！你不计较，你背着我把房产转给潇潇，你不计较，你让我成为全城的笑话，连我这个自己的公司都成了一个空壳，我都不知道。行了，你俩别吵了。3件事情是吧？第一件事情，爸，你回来这么多天，家也不回，也不跟我和我妈说，就是为了替我哥还赌债。第二件事情，奶奶要在遗嘱里分家产，说家产一边一半，还让瞒着我和我妈，对吗？你以为我和小小什么都不知道？你这么些天不回家，你在外面偷偷干了些什么？你敢说吗？我来告诉你，找外面的公司盘点资产，要把一半的家产交到曲连杰手里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？那房子的事儿，你征求过我的意见吗？征求过吗？这是第3件事情，爸。既然曲家的家产是你和我妈一起挣下来的，按照你当时离婚时的约定，这笔钱跟曲连杰没有关系。那既然迟早都是要给我的，早一天晚一天无差别呀，无非是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。我不明白爸爸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。一共有多少房产？啊，折合市价是多少？原价是多少？啊，这些钱的来源是多少？都给我说清楚！你别问女儿，问我。爸，这是我赶出来的现金流量表，还有各开户银行的对账单。你不是问钱去哪儿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一部分进了潇潇名下的房子里，还有一部分在我们共同的账户里，属于你的那份儿。再给你看一份损益表，资不抵债。你慢慢看吧，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你就叫会计来问。哦，对了，你妈不是要把一半的家产交给曲连杰吗？
随便，都拿去好了，全部给你们。我和潇潇净身出户，但是潇潇名下的房产你管不着。潇潇，饿了吗？走，跟妈到饭店吃点饭，让你爸呀慢慢看，咱不打扰他。妈，走。妈，爸，你劝一下我。妈。妈，去哪儿吃饭呀？妈，别生气了，爸爸他不一定听奶奶的，他根本就不是听你奶奶的，他本来就存了这份心，拿你奶奶的话说事儿，实际上啊，在为你哥攒资本呢。道理都说了20多年了，该明白早明白了，装傻。现在啊，无外乎就2条路，一条就是你爸坚决跟我分家产，跟我离婚，鱼死网破；还有一条就是他自打耳光，从此不再提你名下的房产，也再不提分家的事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跟我爸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这么有感情，第一条不可能。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我跟你说，你看着吧。潇潇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你完全回避，所有的事情我来处理啊。以前呢，我就骗自己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爸和我们是一条心。可这几天，他背着我，在后面搞了不少的猫腻儿，我但是真的再没有办法欺骗自己了。不，我要参与，至少妈妈也得有人说话。妈，你放心，这次啊，我坚决站在你这边，绝对不当叛徒。潇潇，妈跟你说啊，要是他妈真的离婚了，你也要在妈妈这边啊。这次啊，你一定要拿出点血性出来，不能一直当刀子。你手里可是攥着结婚证的人哦，凭什么次次让着他们呀？哦，该让你去的场合不让你去，要钱的时候就想起你啦。那他们是把你当媳妇儿还是拿你当提款机呀？听到没有？别什么都听我爸的哦，这里让让那里让让的，这个家都快让成别人的了。潇潇，这是妈妈这几年买下的所有房产，全是黄金地段的店面，都记在你的名下，你仔细看看。都在我名下。你什么时候买的呀？妈，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这会儿给我这些东西啦？刚刚得到消息，你奶奶要求你爸分家产，1半的家产分给曲连杰，否则死不瞑目。你爸他答应了。凭什么呀？我爸跟你雪兰姐他妈离婚的时候可是说得清清楚楚的啊！我爸他是净身出户，除了生活费以外，其他的一概不负责。凭什么要把家产一半分给他们？你爸愚孝，妈也不是不知道，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能做到这个份上。之前，为了你哥那1个亿，你爸口口声声跟我说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只要替他还了这1个亿，以后让他离公司远远的，从此守着他的房子、车子过日子。可是你奶奶一句话，他就变了卦。他根本就不想我们的感受，
他甚至不惜伤害我们。妈很寒心，真的很寒心。他搞什么呀？钱是你们2个一起赚的，他凭什么不经过你的同意就先答应我奶奶？跟你奶奶没关系。这么多年，我是自己骗自己，总说你爸也为难，也不容易，也是迫不得已。可通过这件事情，我才明白，你爸心里他就是这么想的。你奶奶说的话，只是一个借口。你爸有2心，妈也不是没有准备，所以呀，早给你留下的这些，你把它拿走收好了。你爸现在手里头就是个空壳子，之前赚的所有的都在这儿了，所以你别怨他啊。妈，你对我最好了。我不想跟你爸闹翻脸。这次要是你奶奶真去了，以后他就再也没借口回老家了。如果不想离婚，妈就当以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好好跟你爸过日子。至于分家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哥还是让他回他原来的公司去，挣几个小钱，算是给你爸面子。小小，你给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我们不能赶尽杀绝，知道吗？妈，你把这么多都给我了，你自己留了没有啊？吃饭的钱是有的，别的嘛，就靠你自己了。妈，你最苦了。妈都这个年纪了，跟你们年轻人不一样。你得答应妈，房产证这个事儿，你不能告诉赵医生，谁也不能告诉，知道吗？妈，话说回来啊，虽然你对我这么好，但是以后我该跟你闹的时候还得跟你闹哦。这个脾气是你生的，像你，你得多担待。傻孩子，妈妈永远爱你。你知道吗？妈妈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你。你不但维护妈妈，还特别的能干，比那些中看不中用的男人强多了。妈有你这么个好女儿啊，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。呸呸呸呸！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这么不吉利。行行行，不说了。对了，你都老大不小的了，你和赵医生到底怎么样啊？要是好的话，就赶紧结婚，生个小潇潇。好啊，那我生一堆过去烦你。行了，妈该说的说了，该做的也做了，先走了。妈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你自己好好的啊。妈，拜拜。
喂，你妈怎么样？没事了吧？没事儿。老赵，我今天经历了一件本应该很高兴的事情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高兴不起来。说来听听。我告诉你，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。我发财了，发大财了，我一下子变成富婆了。你本来就是富婆，你一家都是富婆。哎呀，志和你错了啊！我现在变成我们家最大的富婆了。今天下午我妈来找我，扑克牌一样的房产证啊，上面写的全都是我的名字。我妈一股脑全给我了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除了公司是靠银行贷款和预付款运营的以外，我们家有80%的钱都在我手里。你在家等着我，我马上开车过来。为什么呀？赶紧去你家看看你妈。我妈？我妈怎么了？我轮班的时候，这种故事听得太多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妈她会不会？不行，我现在就要过去。你在家乖乖等着我，我马上过来。我妈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，怎么办，老赵？我刚才就不应该让我妈走。啊，我怎么这么傻？我怎么这么傻呢？我妈一股脑把财产全交给我了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我接电话呀！先别着急，我马上就到。吃个药，我怎么想不开了？不能吃这个药！这药怎么了？我为什么不能吃这个药？啊？哎呦，你们俩是不是以为我要自杀呀？哎呦，我就吃个维生素而已。宝贝女儿啊，你怎么这么想啊？妈就你一个宝贝女儿，怎么会扔下你不管呢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哭了啊，宝贝儿宝贝儿别哭了。你看，哎呀，没事儿，妈没事儿，啊。老赵，都怪你谎报军情，罚你回去跪搓衣板。小的知错，小的知错。小赵，谢谢你啊，你看你这么上心，不是你们怎么会以为我会自杀呢？不是，小许跟我说您把所有的房产证都给他了，还说了很多不吉利的话，听上去特别像是交代后事。再加上最近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怕您万一一激动想不开。不过好在人没事儿。
那行，那既然没事儿，你就陪着阿姨吧。我得先回趟医院了，还等我呢。啊，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路上小心哦。走了，阿姨。来玩啊。好。吓死我了！我都叮咛你多少遍了啊！哎，这事儿啊不能跟赵医生说，你倒好，哎，一转过身什么都告诉别人。平常看你挺精明的，这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你忘了？哎呦妈，你不用防着老赵，人老赵才清高呢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人会变的。哎，你现在觉得什么都好啊，这没准什么时候这翻脸不认人了，你说你怎么办？你还是太轻率了。不可能，妈，你静下心来想一想老赵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呀？他是一个一心一意、正大光明的人，就算以后变了，但是一个人的人格是不会变的。我认准他。当然了，你现在是认准了，以后要是万一如果，哎呦，妈，你可以不信任我爸，但是你不能把气撒在人老赵身上呀。好吧？妈，说正经的啊，你说你刚得到消息，我爸回上海了，他回来干嘛呀？还能干嘛？替你哥还钱呢，免得你奶奶惦记。他明知道我肯定不会分家，所以没准会背着我偷偷转移财产。妈，你是不是打算出手了？再也不客气了？走着看吧。你既然知道我爸背着你动手动脚的，你怎么不阻止他呢？你是不是有点不敢面对我爸呀？有那么点儿。你想啊，妈妈都这个年纪了，跟你爸走了几十年，哎呀，不到那一步，妈真的是不想撕破脸。现在这个事情还不知道怎么了结呢，等你爸回来再说吧。但是不管怎么了结，妈妈心里有准备了。妈，没事儿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在呢，我罩着你。哎呦喂，你能罩着什么呀？小看我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小能人儿。喂，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呀？陪着他呗。说实话，以前觉得我妈可怜，现在就更加觉得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他俩经常吵架，我妈又哭又闹。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就想通了。他说：“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这么多小美女想白吃白喝，他管不过来。”只能管住我爸的唯一法宝，钱。其实我挺喜欢钱的，但是今天看到我妈拿出那么多的房本，
我真的不觉得他幸福，挺难过的，替他难过。没事，以后我们好好对你妈。赵启平，我先把丑话说在前面啊，你可不许像我爸那样啊！你要是像我爸那样，我可没有我妈那么好的脾气。放心，根据你家的家学渊源呢，如果以后我们俩谁出轨，谁就净身出户。我再单方面补充一条，如果被我发现你出轨，掐死你！哇，这么帅呀，铁血真汉子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你得多爱我呀！你杀了我，你不怕坐牢呀？不怕判死刑啊？所以，还满意吗？但是我要补充一条啊，你要是出轨的话，我就把你变成植物人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了。行，那就这么办。玩笑归玩笑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爸爸妈妈会离婚。是我爸在外面女人就没有断过，我妈也有自己的小心思。可是即便是这样，我还是相信他们是相爱的。直到我妈把房产证交给我之前，我都没有想过他们俩能算计彼此到这种地步。也许你爸妈早就有问题，这件事情只是个导火索。安妮说的对，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。即使没有这件事情，你爸妈之间恐怕也是岌岌可危。可是我不要，我不要我爸离婚，我不想让我爸爸妈妈离婚。行了，别哭了。平时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指点这个指点那个的，怎么到自己事儿上了，一点承受能力都没有了？师傅，你别哭了，我看你这样我也好难受呀。可是我就是想哭。你们不知道，从小到大我最喜欢的人就是我爸跟我妈，可是他们总是没有时间管我，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。家这么大，就我一个人，所以我就经常自己跟自己玩，自己跟自己演戏，数着时间等他们回来。别的小孩晚上9点钟就睡觉了，我经常就会等到11、12点，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看他们一眼。后来我爸把去年节带回家，跟我说那是我哥。我爸经常会带着他去打高尔夫球、去吃饭、钓鱼，从来都不带我。我爸跟我说：“你是女孩子，不用学这么多，只要高兴就好。”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爱捣蛋了。你是想吸引别人注意力，你怕你爸爸喜欢你哥哥，怕你妈妈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和你爸爸身上，所以你想，你不能被别人忘了。我有点不明白，他努力工作不是为了挣家产，是为了博得他爸他妈喜欢，是这个意思吗，师傅？平时不是挺彪悍的吗？啊，其实就是个孩子。听我一句劝啊，你爸妈现在之间已经没有信任了，与其这样凑合着在一起，还不如分开，免得互相伤害啊。不要，我不要我爸妈离婚，爸妈不能离，他们要是离了，这个家都没了，我就成孤儿了。别哭了，师傅，你让我听到好难受啊。我以前特别羡慕你，我觉得你什么都有，肯定也什么烦心事儿都没有。没想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儿，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。那赵医生呢？他知道你爸妈离婚的事儿。我怕丢脸，我没有跟他说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跟他去连接了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争家产了。我宁可没有钱，我也让我爸爸妈妈在一起。我倒是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
我认为现在你的家庭最关键的问题都是因为钱。你和你哥哥也是真钱，你爸爸跟你妈也是真钱。现在你妈把公司的资产变现，给你买了房子，激怒了你爸爸。假设如果你要把这个房子还回去，你爸爸妈妈会不会因此而感动，就不离婚了？可是他回来不就是为了争家产？可是家产再重要，也没有家人重要啊。我同意安迪姐说的。我也同意。什么时候变那么贤惠了？好玩吗？就是很坑爹这个游戏，要充钱。哎，我有个事情想跟你说。我呢有个朋友，家里破产了，要借钱啊？不是要借钱。他破产以后呢，就直接从我们这圈子里消失了。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。你说，如果有一天我也没有钱了，会不会也变成这样啊？会不会身边的朋友都不理我了？没了工作，没了事业，一点价值都没有。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是暴发户的二代，经常会被人看不起。但现在想想，我至少还有钱啊。如果一旦连钱都没有了，我会不会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如果哪一天我的手腱断了，不能再拿手术刀了，我最多不是赵医生，但我还是赵启平啊，对吧？所以就算你没钱，曲筱绡还是曲筱绡。我没有钱了，你还是曲筱绡吗？因为我不是因为钱和你在一起的，我想，你小曲的那些朋友也不是因为你有钱才和你在一起玩的，对吗？这个季度完成了3个项目，年底之前还有2个项目。相比去年，我们的业绩有了很大的增长，今年增长了12%，同行业的增长率只有7%到9%。另外呢，我们还加强了业务培训，运营部和营业部定期安排学习活动。他们，曲总，营业部和业务部安排了学习活动，定期开展业务差错分析。你跟大伙说一声，我有话跟大家说。今天通知大家开会，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大家都知道，最近我的家里出了点事情。由于我个人的原因，我决定把公司交还给集团。
也就是说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不再是你们的总经理。总公司很快会派人来接替我的职务。我要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。可能我的决定太过于任性，但是比起公司，我更看重我的家庭。我有不得不去做的事情，即使我的努力改变不了什么，但是我还是会去尝试。所以我要跟大家道歉，临时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对不起。曲总，大家都很理解你。没错，曲总，您家里有什么事儿您自己去忙就行，公司都有我们呢。对呀，还有我们呢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一路陪着我，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纨绔子弟一路走到今天。我们做得很好，真的很好。这2年里，我们拿下了 GI 总代，我们完成了3个大型项目跟10多个中型项目，我们创造了上千万的利润。我们在分公司里名列前茅，你们真的很棒，特别特别棒。谢谢你们。能跟你们共事真的是我的荣幸，谢谢。决定了。小曲，加油！小曲，加油！师傅，你是最棒的，爱你么么么么。小小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爸妈，我来是跟你们谈判的。我不希望你们离婚，不希望你们越吵越大，更不希望我们这个家就这么散了。从小到大，我都很在乎你们，可是你们永远都没有时间陪我，永远都在忙。我
忙着买房子，忙着赚钱，忙着开公司。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开家长会，同学们的家长一早就到了，只有我的家长永远都在出差，永远都没有时间。我小的时候还经常因为爸爸不在家被同学嘲笑，说我是没有爸爸的孩子。自从爸爸把曲连杰带进家以后，这个家就更乱了。爸爸经常给我钱买包、买化妆品，让我帮着盯着妈妈给你放哨。妈妈也经常给我往兜里塞钱，让我盯着我爸的行踪，随时向你汇报。我很乐意这么做，因为这么做是我接近你们唯一的途径。我做的越多，你们俩就越高兴。可是潇潇，妈妈是真爱你的，你不可以这么想。小潇，爸爸也是爱你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妈你是爱我的，我也知道爸爸你是爱我的。但是比起我，你们两个更爱钱，更爱把钱掌握在手里的感觉。这个是我公司的公章，这也是妈妈上次给我所有的房产证，还有公司这2年的利润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我的车，这是我所有的东西，我通通都可以不要，只要你们两个不要离婚。我可以不要1分钱的家产。要照。曲曲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怎么了啊？告诉我，怎么了啊？哭这么伤心，什么事？你跟我说。嗯？什么事？你跟我说啊，有我在。我把什么东西都还回去，可是我爸爸妈妈还是要离婚，他们真的不管我了。他们真的丢下我不管我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啊！就算他们离婚了，他们也是你爸妈，不会不管你的啊。你不知道，我爸根本就没有他说的那么爱我。他跟我说，奶奶重男轻女，重视曲连杰。其实这个跟我奶奶根本就没有关系。我明白，如果不是你爸自己也这么想，他不会这么对你。我爸他还得了便宜卖乖，他一面想着照顾他的前妻，照顾我奶奶，一面又想让我妈帮忙打理公司。我妈她多傻呀！我妈就这样同意了，就这样被骗了几10年。老赵，曲连杰一输就是几千万上亿，曲家砸锅卖铁的替他还钱。可我呢？我挣点钱我就这么的不容易。我为了跑生意，我几10个小时连轴转，我4天飞了3个国家。可是我爸他根本就不在意，他都没有想过我得多累呀，我得多努力，我才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啊，还有什么好郁闷的？这样的人何必让他勉强跟你妈在一起？与其勉强维持所谓的家，还不如让他们俩分开，对谁都好，是不是？我明白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可是我就是心里难过，特别特别的难过。不难过啊，以后呢，
我们俩就好好孝顺你啊。他想去哪玩呢，我们就带他去；他想跳广场舞，我们就陪他跳，对吧？他想吃农家乐，我们就陪他吃农家乐；他喜欢什么漂亮的衣服，我们就给他买什么漂亮的衣服。啊，不哭。老赵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我把公司还有房产本我都还回去了，可是他们两个还是要离婚。这下好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公司也没有了，我家也没有了，我就剩下我这个人。孤零零的，像个孤儿一样，特别可怜。没事啊，你还有我养你。不会吧？我今天请叔叔阿姨来，是想替潇潇说2句话。我知道自己是个外人，没资格掺和你们家的家事，可我还是这么干了，因为你们伤害了潇潇。看她那样，我很心痛。我刚刚认识潇潇的时候，一直觉得很奇怪，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性格？她看得起谁，就对谁什么都好。反之，他就事事针对。后来我终于明白了，因为他待人有2套标准，而这2套标准是你们教给他的。你们出于各自的目的，从小培养他以不同的标准待人，其实这让他很吃亏，常常被人误解。即使是这样，他还是爱你们的。他甚至放弃所有你们给他的一切东西。只希望能够一家团圆。小赵，你别说了。阿姨，我得说，我得把潇潇心里的委屈都说出来。其实潇潇不喜欢钱，她努力工作、努力赚钱，只是为了让你们高兴。她要证明自己不比曲连杰差，因为她只有做得比曲连杰好，好10倍，好100倍，叔叔才可能给她一丁点的爱，才会看得起她。可是凭什么？就凭曲连杰是个男的？您不是没有把家产给过他，得到了什么结果？1个亿，丢了整整1个亿啊！你为了帮儿子填补这个黑洞，甚至不惜用1辈子的心血去冒险。你这样做的时候，想过潇潇的感受吗？想过阿姨的感受吗？还有阿姨。叔叔重男轻女，你应该站出来为自己说话，为潇潇说话，而不是容忍他处处退让，更不应该让潇潇夹在你们中间做你们博弈的棋子。潇潇不是你们争家产的帮手，更不是你们用来刺探对方的工具，她是你们的女儿。你们要离婚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以后你们怎么对待潇潇，我也没法干涉。但是有一点，你们不要他，我要；你们不养他，我养。哪怕粗茶淡饭一点，但我会让他活得很简单，活得很快乐，活得神采飞扬，像他原本应该的样子。小美，百川，
坐。啊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这一年呢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。我请你来，也是为了感谢你。这1年多，你给了我最大的心理依靠，真的。我哥出事儿，我爸中风，我哥坐牢。总之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我就会去找你，因为我知道只要我找你，你肯定在。我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扔给你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替你想过，凭什么？那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而且有时候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太理想，还没有你那些22楼的姐妹们做的多。要谢，你也应该多谢谢他们。我也很感谢他们，他们对我真的很好。但是我最对不起的人是你，海川。你我一样的年龄，一样的出身，一样挣扎在上海，想要打拼的立足。可是我凭什么对你要求那么多？我自己绝望的事情我就扔给你，我还要要求你做好，做到我满意为止，我凭什么？我现在明白了，我把你当成了救命稻草，所以我死死地抓住你不放，我绑架了你。对不起，白川，我欠你一个巨大的人情。小美，你肯让我做事情，那是看得起我呀。我找不着别人，人不是那么好找的。人人都爱锦上添花，却不愿意雪中送炭。白川，你为我做了很多麻烦的事情，还伤害到了你的父母。我真的是丧心病狂的把你抓顺手了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这么自私，不应该这么毫无顾忌的利用你，对不起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小美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说了这么多，是不是为了房子？是不是因为房子上没写你的名字，所以你才要跟我分手？不是，房子的事情你没有任何错。我本来1分钱就没有出，我真的挺不可理喻的，我不应该迁怒于你。你知道，我都觉得那天的我很丑陋，很狼狈，我都不敢相信，我樊胜美怎么会变成那个样子。我看见小秋，看见关关，他们都为了爱情去付出、去努力、去改变。我其实也想了很多。百川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救命稻草，我都不知道我究竟是爱你，还是因为我不堪家里的重压才不肯放弃你。你这么全心全意的对我，你不应该遭受这样的待遇。我家的事情应该由我自己来承担，而不是以爱的名义去强加在你身上，所以必须要结束这种病态的关系。如果有一天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的话，我也希望是以各自独立的姿态重新开始。我必须要学会自己站起来，我才有资格去奢求爱情，我才有资格去选择是否站在你王百川身边。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话。好。哦，对了。
我帮你找了一些物业产权纠纷的一些案例。你哥不是要告你吗？我还帮你找了一些法律条文和一些案例，仅供你参考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跟我说的这番话。谢谢你，让我感觉到自己还有希望。真的。再见。怎么办呀，英琴？我觉得我好幸福啊！谢谢你。是我该谢谢你，就是因为有你在，我觉着天特别蓝，特别高，太阳特别亮。我跟你说话呢。嗯。哎呦，真的，莹莹，我就感觉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就这么坐着，别的什么都不干，我都高兴。我也是。怎么办呀？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虽然我现在很幸福，可是22楼的姐妹们不幸福。樊姐跟王帅哥分手了，关关跟谢彤马上就要分开，而且也许会很长时间。虽然他表面没说什么，但是我知道他心里很忐忑的。还有曲潇潇，你看他平时那副样子，可是最近他偷偷哭过好几回了。我什么都不会，我也不知道能帮他们什么。我就想啊，我最擅长的不是做饭吗？我可以给他弄火锅啊！我就想把我的幸福跟快乐可以分享给姐妹们，让她们也幸福和快乐起来。好。我得搜一下，逛家居，我们新房的家居。往这边一点，这样。啊，好。你看他玩多开心啊！是啊，真没想过有一天他也能有朋友，能像别的孩子一样，高兴的玩，开心的笑。谢谢你，帮我把他带到上海来。应该谢谢小明，他让我心爱的人笑得如此开心。冷吗？我不冷，我怕。
怕你冷。是有一点点。再见，老师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慢一点，别跑，地上很滑的。你慢一点儿。跑慢一点。大哥哥带小明跑步，小明很厉害的。是小明一直很厉害。来，画板给我。就是小明很厉害的。咱回家吧。走了。今天外边好冷啊！明天晚饭我请大家在202吃火锅，一定要来哦！缺席者严惩不贷。再见。慢点啊！小明跟大家拜拜。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慢点儿。再见。拜。这么激动啊！不离了，我爸妈他们不离婚了，说要给彼此一个机会，学着重新相处。你说我怎么这么幸福啊？这不挺好的吗？那晚上我请你吃饭，给你庆祝一下。哦，晚了，晚上小蚯蚓请我们5个女孩子吃饭，不让大家数过。不是吧？你怎么会这么的重有轻色呢？哼，那怎么对？谁让我是曲筱绡呢？拜拜。你说我怎么这么幸福？张雪萍，我爱你。小点声，当心脚别崴了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您好，请问是樊胜美吗？您是？我这边呢是南通法院的。今天呢打电话是想告诉你，您之前的那个案子呀，原告已经撤诉了。真的？我特意提前通知你，是想让你过一个好假期。您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手续已经全部办完无误，你可以放心了。谢谢您啊。请问您贵姓啊？我回南通的时候可以去拜访您一下。不用了，美女。我表弟初中的时候很喜欢你，让我替他递纸条。你呢非常懂事，还对我说谢谢姐姐，不像别的小美女，看着翻白眼，甚至当场撕掉纸条。今天以这种方式跟你见面，我当然是想帮一把的。好，祝你好运。哦，对了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姐妹们，我哥撤诉了，法院刚刚通知我的，祝贺我吧！先放个玉米吧，再等一下吧，开了才能放呢。是吗？开大点吧。你看能不能把火调一调？我看之前爱情就像五月风，哇！当当当！哇，什么呀？这才是。我知道这个，那个五谷杂粮，这个好吃。哎，就你馋，大家都没吃呢。来，怎么着？师傅不发威影响造反呢？就你这小样，你还想管我不成？管你咋地？你也不看看现在谁的底盘？听过那首歌没有啊？在我地盘嘚儿，你就得听我嘚儿；在我地盘嘚儿，你就得听我嘚儿。我看你是挺嘚儿，你才嘚儿呢！你的，你的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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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
赵医生，他干嘛呢？怎么这么多美女围着他，还喝酒呢？这是。哎，肯定又是个巨烦的手术，想发泄一下呗。吃醋了？吃什么醋啊？这又不是1对1的。哇，旧社会式的贤惠啊！女人的鸡零狗碎，她什么没有见过呀？对她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感情，知道了吗 ，Andy？ 知道了。那我觉得不对啊。如果说是男朋友要求自己的女朋友不能跟异性接触，那他也不行。这人和人都是平等的，不能厚此薄彼。那些都是理论，没用。不像我在赵医生面前什么脸没丢过呀，什么丑样他没见过呀。我们俩现在是灵魂共舞，什么允许不允许的，他都会对我坚贞不屈，足够厉害的。哎，我发现你这个歪理还真挺多的啊。不过有一点你说的挺对的，在恋爱当中呢，信任是最重要的。就像我跟谢彤，虽然接下来我们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了面，但我还是相信他。我相信我们的爱情是经得起考验的，也相信就算很多人不看好我们，但是我们还是会坚持下来，生根开花。关关，我觉得你变了好多，你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比以前有想法了，真的，你这样特别好。那当然了，1年过去了，你们2个小屁孩也长大了。哎呀，樊姐也老了。这以前呀，这老觉得这30岁以后的女人就不堪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一直想着要30岁之前把自己嫁出去。可是后来想想，为什么要将就自己呢？只有该结婚的感情，没有该结婚的年龄，对吧？我这过了30岁以后，反倒觉得轻松了，这样挺好的。我呢，就要做剩女中的战斗机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在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对不对？我多自在啊！现在对于丑女来说啊，年龄才是把杀猪刀；但是对于美女，年龄只是一串数字。安娜，像你这样的红颜祸水，多的是男人为你前仆后继的。哎呦喂，我是不是得认为你是在夸我呀，小妖精？不过说句实话啊，跟王百川分手以后吧，我还挺舍不得的。以前不管怎么样，就算没有那么爱他，但起码有一个人在你身边，比你一个人要强很多。有什么事情就抛给他好了。可是后来呢，我就是因为这个才跟他分的手。我觉得我自己不应该什么事情都依赖别人，我要学会自己独立去面对生活。樊姐，可是像王总那样的钻石王老五，在外面可是很多人抢的。你要是把他放走了，万一被别人抢走了，该怎么办？爱情呢，本来就是充满变数的，2个人要性格相投，要步调一致，才能修成正果。不过说句实话，王百川吧，人还是很好的。你们知道吗？我都跟他分手了，他还给我找了一堆法律上的资料，供我参考。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，看感情；2个人分开就要看人品了。王百川人品是真心好，那也是因为你长得漂亮，你长得美呀。对呀，当美女真好，这长得美，说话都有底气。说的有点道理，但是也不应该全是。比如说，如果你要是不美的话，小谢就不跟你在一起了吗？什么意思呀？安迪的意思是说呢，2个人刚开始在一起呢，是会因为你的美而相互吸引，赏心悦目吗？可是时间长了，凭什么？凭的是你的个人魅力。安迪是说你有魅力呀，小妞儿。我觉得安迪姐说的对。你看我在咱们这里面长得不是最漂亮的，但是为什么应勤喜欢我呀？还有你的小谢彤那么喜欢你，说明咱们俩还是有魅力的哦。比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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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爱你哦，比心。其实真的，我觉得女孩子真的不用太在乎是不是有多美，应该自信一点，性格魅力比较重要嘛。不过说实话，最应该批评的是你，Andy。你谈个恋爱谈得太理智了，热恋的时候谁想这么多呀，对吧？那个时候看所有男的都是天下最帅的，看所有女人也是天下最美的。等长了眼了，不是离婚了就是分手了，天下太平。我真的不太在乎帅不帅、美不美，我比较在乎能够心灵交流。来，我建议为了咱们的爱情，干一杯！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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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杯！现在你最幸福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。我樊胜美
有存款了。你知道我终于有存款了，虽然不多，但是我知道那属于我的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拿这些钱去填家里那个大窟窿。我要为自己而活，我不能总为别人活，对吧？我要为自己做主。就是因为遇到你们，你们教会我成长。你们知道我家里什么情况，不嫌弃我，还天天跟我在一起，对我那么好，还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情，帮了那么多忙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让我有了一个新的开始。全在酒里。既然樊姐有了新的开始，那我也一样。从今往后，我曲潇潇不靠家里，靠我自己。我说到做到。好样的，师傅，为你鼓掌。你不干掉吗？哎，真好！哇塞，你刚没喝完。那我也干一杯。今年呢，是我这辈子谈的第一次恋爱。虽然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一直跟谢彤在一起，我也不知道我们两个能不能有个 happy ending， 但至少我现在敢遵从我自己内心火了。谢谢你们，能让我勇敢地踏出这一步，谢谢。哎，你可别喝完啊，少喝点。该我了，该我了。我是22楼里面第一个要结婚的人。明年我就要结婚了，我可能要搬出去住了。也许以后没有这种情况，我们能常聚在一起了。但是在我的心里面，22楼就是我的娘家。你们永远是我的娘家人，爱你们每一个人。比心比心比心！我是你22楼的妈。哎呦，晚安。好像知道我了。你们都说那么好。OK， 好吧，我也说几句吧。其实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是我自己最迷茫、最痛苦的时候，好在有你们陪着我。但是现在我有包子，而且其实我最开心的事情是我把小明接到了上海，我可以每周去看他了。所以我希望，不管你嫁人了搬不搬出去，明年的今天我们还能够聚在一起，为我们干杯！为明年的今天。